所周知，11月9日晚，刀郎演唱会澳门场会再次开场，到场支持的观众还是人山人海，用座无虚席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，看着非常震撼。南京喊徐子瑶，澳门喊郝蕾，刀郎真的爱徒弟，你要是没去刀郎的演唱会，那可真是错过了一场绝世好戏。而演唱会上，徐子瑶3位姑娘伴唱的朴素着装，也与刀郎的风格相得益彰。刀郎澳门演唱会，徐子瑶再度与刀郎对唱《爱是你我》，还是那么经典。不过徐子瑶澳门演唱会刻意化妆了一下，虽然口红红了，矮笑了，但是话说回来，感觉没有成都演唱会时的朴素效果那么好。在刀郎澳门连开2场演唱会后，谭咏麟表示，我觉得音乐已经和刀郎融为一体了，他不需要刻意去表演，举手投足都是歌，一笑一颦皆是情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我这次又没有抢到票，但是我也释然了，就像人家两岸其他们，不是也没有抢到演唱会前排的门票吗？哈哈哈。随即谭咏麟话锋一转，这次自己也是故意没有看刀郎徐子瑶澳门演唱会。问及原因时，谭咏麟表示，本来我说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没有关系，可以看直播，但是发现手机直播也看不了，我最后还找朋友给我录透，但是他还不高兴，说没时间回复我信息，哈哈哈。这原因令网友笑翻。不可否认，刀郎和云朵的合唱已成过去式，刀郎和爱徒徐子瑶的合唱成为新的经典。小伙伴，你觉得哪一组搭配更好？各位叔叔阿姨，我们来聊聊一场温馨又感人的演唱会——谭咏麟的演唱会。在这场演唱会上啊，谭咏麟不仅唱得动听，还特意隔空感谢了一个人，谁呢？就是刀郎。这事儿啊，在网上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呢。网友们啊，都纷纷留言说，谭校长都知道感谢，这就是人品。咱们一块儿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的。0.03分0.22分，云朵看到了吗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，谭校长就有。是谭校长把刀郎介绍给了滚石，才会有刀郎香港演唱会。是伯乐，他们友情很好。昨晚刀郎这首歌本来是第2首唱，后面换到倒数第2唱，就是让谭校长先唱，这人品格局。昨晚我也去了，谭校长确实是实力派的，一直不停地唱，不像有些明星唱几首歌只知道互动，这才是真正的友谊。刀哥落魄也好，风光也好，谭校长一直挺刀哥。当年谭校长让刀郎写歌，就是最大的认可。要知道当年的谭校长什么地位，刀郎的歌在内地没评上奖，在卧虎藏龙、人杰辈出的港台能评上奖。我相信谭校长跟刀郎是真感情，谭校长是真男人，是我最佩服的男人，有情有义。不是这首歌我还真不认识你，谭校长就要谢谢刀郎。云朵10年间却只字不提，差别很大。谭校长唱刀郎的歌，中气跟不上，喊大家一起来，这也是好办法。叔叔阿姨们，今天咱们聊的这事儿啊，可真是让人感慨万分啊。谭咏麟在演唱会上的特别感谢啊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真诚和感恩啊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乐坛前辈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啊。希望以后啊，咱们还能听到更多这样的好歌啊，看到更多这样的温馨场景啊。罗刹海市一经发布，立即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，且热度持续了3个星期，播放量突破335亿，这创历史的记录，强势宣告刀郎的回归。这2天，刀郎的澳门演唱会让无数人翻遍抖音寻找最新动态，甚至有人剪辑了谭咏麟空降现场的视频。与其说遗憾，谭咏麟能去现场，也只能是锦上添花，相信谭咏麟也是这么想的。回顾不久前，刀郎在四川举办的线上演唱会，山歌响起的地方吸引了5200多万人观看，点赞量达6.4亿，打破了此前周杰伦创下的直播记录。这场演唱会的成功举办，证明了刀郎在乐迷心中无可替代的地位。随后的几场演唱会更是成为现象级盛事，黄牛票翻涨价就是例证。如果你发达了，你会怎么看待好朋友的荣耀？真正的好朋友是不去打扰，我相信谭咏麟也是这么想的。这2天他也在成都开演唱会，尽管已经74岁，但他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，活跃在音乐舞台上。对于老朋友的爆火，他没有表态，这个原因谁懂。在刀郎未成名前，他就翻唱谭咏麟的歌曲，在歌舞厅里谋生，那时候谭咏麟还是他的偶像。后来刀郎加入环球唱片，成为了谭咏麟的师弟，两人的友情从此开始。谭咏麟对刀郎的才华和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支持，
甚至在刀郎遭遇音乐圈打压时力挺他。刀郎曾将原创歌曲《披着羊皮的狼》送给谭咏麟，这首歌后来成为了谭咏麟的经典之作。两人还合唱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粤语版和中文版，展现了他们深厚的友情。谭咏麟说起师弟刀郎，赞不绝口。他说刀郎这人内涵十足，人也老实可靠，他的歌曲更是情感真挚。如今，一个在澳门掀起回忆风暴，一个在成都造就不老神话。在音乐上的合作和相互支持，展现了兄弟情的持久和真挚。两人的友情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。刀郎与谭咏麟，华语乐坛的神仙组合。想当年2004年那会儿，华语乐坛突然冒出来一个炸子鸡刀郎，这一下整个乐坛可就炸开锅了。好多主流歌手，像那英、杨坤、汪峰他们都站出来批评刀郎的音乐，说他的歌太简单了，不够高级。可就在这狂风骤雨般的质疑声中，有一个人却像定海神针一样坚定地支持刀郎，他就是谭咏麟。咱先来聊聊刀郎这个人。刀郎的音乐那可真是独一份儿。那时候好多歌手都喜欢跟着欧美的音乐风格跑，可刀郎偏不，他的音乐里满满的都是咱中国的乡土味儿，还有新疆那边的独特风情。他可不只是简单的唱唱歌，而是把咱中国的文化都揉进了音乐里。可就是这样的音乐让那英他们觉得太土了，不够洋气。但谭咏麟可不这么看，他觉得刀郎的音乐可有魅力啦。说到谭咏麟和刀郎的认识，那可真是有趣极了。谭咏麟给刀郎打电话，一开口就说我是谭咏麟，结果刀郎以为有人骗他，直接就把电话挂了。谭咏麟又打了一遍，刀郎这才相信。然后谭咏麟就说刀郎，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歌？刀郎答应了，两人就这么开始了合作。谭咏麟为什么会这么看重刀郎呢？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刀郎的音乐特别接地气。咱们都知道，那时候的音乐圈都在追求那种高大上的欧美风格，可刀郎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他的歌都是老百姓喜欢听的，充满了乡土气息。说他写的披着羊皮的狼，那歌可太有意思啦，里面唱的那个狼可不是那种遥远的虚无缥缈的狼，而是真实存在的新疆的狼。刀郎自己也说过，他真见过狼，在新疆好多地方都能看到。他写的这首歌那可是充满了新疆的特色，也很有文化内涵，老百姓听了都觉得特别亲切，都能感受到里面的故事。谭咏麟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音乐人，他能看出刀郎音乐的独特之处。他说刀郎的音乐那可是真正的华语音乐，不是那些模仿欧美的东西能比的。他还说刀郎的歌老百姓听了都喜欢，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。第2个原因呢，就是刀郎很有才华。刀郎不仅能写歌，还能唱得特别好听。他的歌虽然听起来简单，但是很有韵味，越听越有味道。谭咏麟觉得刀郎这么有才华的人，应该得到更多的机会和支持。在谭咏麟的帮助下，刀郎的音乐事业那是火得不得了。他写的歌不仅在华语世界广受欢迎，还赢得了好多音乐奖项。刀郎也因此成了华语乐坛的大明星。而且刀郎和谭咏麟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深，他们一起合作了好几首歌，每一次合作都很成功。谭咏麟还经常在公开场合夸刀郎，说他的音乐怎么好。刀郎呢，也对谭咏麟特别感激，说谭咏麟是他的贵人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啥那英他们就不喜欢刀郎的音乐呢？其实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音乐理念不一样。那英他们追求的是那种高大上的欧美风格，觉得只有那样的音乐才算是高级的。可刀郎的音乐是接地气的，是老百姓喜欢的。这就跟吃菜似的，有人喜欢吃大鱼大肉，可也有人喜欢吃家常菜。刀郎的音乐就是那个家常菜，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味道特别好。从徐子瑶到郝蕾，刀郎的带新人套路我愿称之为最强。要说现在娱乐圈谁最会整活儿，那非刀郎莫属了。继南京演唱会上一声徐子瑶让全场沸腾后，这回在澳门又来了个郝蕾，直接把全场又带嗨了。这位老艺术家的带新人套路玩的是真有一手，瞧瞧这操作简直绝了。刀郎大手一挥喊出郝蕾的瞬间，全场粉丝立马会意，哦，咱刀郎又要带新人出道啦。这不，热搜榜上刀郎西海情歌喊郝蕾的词条蹭蹭往上窜，网友们都乐坏了。这届师傅我直接吹爆，
知道为啥刀郎这波操作这么令人服气吗？且听我给您捋一捋。在这个塑造流量讲究花里胡哨的年代，刀郎愣是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，给他的团队成员开启了顶级推荐模式。这哪是在带新人啊，这简直是在给新人开启人生加速器啊！一声吼出去，顶得上别人砸几个亿的宣传费用。咱就说这郝蕾吧，人家可是从2011年就跟着刀郎到处跑演出，10多年如一日，默默在幕后当和声伴唱。要不是刀郎这一嗓子，谁能想到台上还藏着这么个宝藏男生呢？再看看徐子瑶的例子，南京演唱会上刀郎那一声吼，直接让人姑娘在网上火得不要不要的。这不，到了澳门场，观众席上就有人自发喊起徐子瑶的名字来了。这种有点极面的带新人方式，不得不说高，实在是高。有网友调侃说，刀郎这是要把自己的演唱会变成新人推介会啊。说实话，这话一点儿没毛病，但你细想啊，一个成功的艺术家，不就应该有这种提携后辈的胸襟吗？瞧瞧人家这格局，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选秀节目，不玩什么导师制噱头，就是最质朴的一声吼，但就这么一嗓子，却给年轻人开启了一扇通向星光大道的门。这操作说白了就是用实力说话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刀郎自己都累得直接坐台上歇着了，看得台下粉丝心疼的不行。可即便这样，他还惦记着要给团队的年轻人创造机会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德艺双馨吗？说实话，在这个娱乐圈里，像刀郎这样的老艺术家真不多见了。人家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就是实打实地带新人。你说这样的师傅能不让人尊敬吗？现在网上都在热议刀郎是不是真收徒弟了。说句实在话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刀郎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个浮躁的娱乐圈树立了一个标杆。成功的艺术家就应该有传帮带的担当。那么最后小编想问，在这个靠资本砸出流量明星的时代，像刀郎这样用最朴实的方式带新人，是不是更值得我们尊重呢？对此你怎么看？广东的朋友们，听说了吗？刀郎最近在澳门开了演唱会，现场真是火爆到不行。之前南京演唱会，刀郎一声徐子瑶就让全场沸腾，大家都记住了这个姑娘。这次澳门站，徐子瑶还没上台，台下的刀迷就已经大声呼喊她的名字，真是厉害。但这次刀迷们猜错了，当大家都以为刀郎会在喊徐子瑶时，他却大喊了一声郝蕾，全场再次沸腾。大家立刻明白，刀郎又在推新人了。郝蕾这个名字，随着刀郎的呼喊，和声伴奏中的男声也凸显出来，真是好听。原来郝蕾是刀郎从2011年就一起巡演的好兄弟。这次演唱会简直就像一场大型推新活动，南京站推徐子瑶，澳门站推郝蕾，刀郎真是用心良苦。很多网友都问他是不是很喜欢收徒弟，看来大家都很关心刀郎收徒弟的事。这次澳门演唱会，刀郎看起来越来越放松，唱累了就直接坐下，真是接地气。不过看他站起来晃了一下，还是有点让人心疼。但有这么多歌迷和团队新人的喜爱，相信刀郎会越来越好。对于这件事，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你觉得徐子瑶会成为下一个刀郎吗？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会去支持刀郎和他的团队。下次见。2024年11月9日，注定是个载入澳门演艺史册的不平凡夜晚。澳门银河综艺馆内外人头攒动，众多刀迷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期待着他们心中的音乐诗人刀郎的精彩演出。这一天不仅是一场普通的演唱会，更是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音乐盛宴。夜幕初临，综艺馆外已是人山人海，远远望去，密密麻麻的人群宛如潮水般涌动。最令人感动的是，刀迷们精心策划准备了一条长达99.99米的签名横幅，上面凝聚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刀迷的心意。这个数字的寓意让人感慨，两个99象征着99，寄托着歌迷对刀郎永远的支持与陪伴。演唱会正式开始后，整个场馆瞬间沸腾，从冲动的惩罚到披着羊皮的狼，再到情人，每一首经典歌曲响起，都引发全场观众的热情合唱。那震撼的场面，那动人的歌声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醉其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演唱会的票房成绩也十分亮眼。据统计，门票开售仅半小时就售罄，一票难求的盛况让很多没抢到票的歌迷只能在场外守候，但他们依然兴致高昂，自发组织起露天合唱会。在这个充满浮躁的娱乐圈，刀郎始终保持着他的朴素本色，
当晚，他只穿着一件普通的黑色 T 恤和一条绿色休闲长裤，没有华丽的舞美，没有繁复的妆容，甚至连伴舞都没有。这种返璞归真的表演方式，恰恰展现了一个真正音乐人的本色。特别令人动容的是，尽管一年过半百，体力大不如前，但刀郎仍然坚持完整演出。在演唱会接近尾声时，他直接席地而坐，深情演唱花妖。这一幕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。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感慨道：“看到刀郎坐在地上唱歌的那一刻，我哭了。这就是最真实的刀郎，一个为音乐付出一切的人。”刀郎对待新人的态度，堪称娱乐圈的标杆。继此前力捧徐子瑶后，这次演唱会上，他又特别介绍了男伴唱郝蕾，给予新人展示才华的舞台。这种无私的精神，在当今浮躁的演艺圈实属难得。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，刀郎从不担心新人会抢了自己的风头，反而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。这种胸襟和格局，真的很让人敬佩。说到刀郎的徒弟，就不得不提到云朵。10年前，刀郎将自己的5首歌曲无偿授权给云朵，还为他量身打造作品，将他视如己出。然而世事难料，师徒情谊最终还是产生了裂痕。这段往事也让许多网友感慨，一个好老师不容易，一个好徒弟更难得。一位资深音乐人这样评价，刀郎对云朵可以说是仁至义尽。这种师徒情谊的变故，或许也反衬出了刀郎的品格之高尚。最令人惊叹的是，刀郎的粉丝群体跨越了年龄的界限，从青春洋溢的00后到饱经沧桑的中老年人，都能在刀郎的音乐中找到共鸣。一位80后歌迷说，刀郎的歌里有生活的真实，有人生的况味，这就是他能吸引不同年龄层听众的原因。演唱会结束后，社交媒体上掀起了热烈讨论。有网友评论，刀郎的演唱会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还有人说，这样的演唱会才是真正的音乐会，没有虚假，只有真诚。刀郎的演唱会已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，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，更形成了独特的刀郎效应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借势推广当地文化，这种良性互动让音乐与文化旅游实现了完美融合。这场澳门演唱会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商业演出，更是一次艺术与真情的完美交融。刀郎用他特有的方式，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人品格，什么是永恒的艺术魅力。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，刀郎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初心，这或许就是他能够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。正如一位乐评人所说，刀郎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音乐才华，更在于他始终如一的坚持和对音乐的虔诚。这种精神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。随着澳门站演唱会的圆满落幕，刀郎的巡演之旅仍在继续。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舞台上，继续看到这位音乐诗人为我们带来更多感动与惊喜。这不仅是一场演唱会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坚持、真诚与传承的时代注脚。刀郎沉寂10年，于是观众把对刀郎的认可和喜爱转嫁给了这10年在歌坛驰骋的云朵。云朵有副好嗓子，歌唱的确很好。在顶着刀郎徒弟这个巨大的光环，云朵事业从风生水起到一飞冲天。尤其在网络直播后，拥有了1300多万粉丝，据说还有51个粉丝群。刀郎以罗刹海市震惊四座，归隐10年的刀郎再现江湖，歌迷沸腾了，歌迷感动了。在沸沸扬扬一片赞誉声中，歌星云朵没有发声。当刀郎在网上开演唱会时候，云朵也是沉默的。当刀郎开第一场线下演唱会的时候，大家以为云朵会出来为师傅站台喊几嗓子，云朵还是隐身着。于是观众歌迷从纳闷到质疑，大概是舆论声音太大，云朵发声了，据说低调的来到了师傅的演唱会现场。再后来我们看到了刀郎公司的一纸声明，收回4首歌版权。原来刀郎和云朵早已经不是当初的师徒模样。如今刀郎的演唱会场场爆火，刀郎喊了徐子瑶，喊郝蕾，结果刀郎一喊天下知，做刀郎的徒弟有多幸运就有多幸福。而云朵开始掉粉，云朵有了10年事业的好时光，在如今的情况下，没有师傅的光环是否能再次扬帆起航，云朵需要证明自己，需要静下心来审视自己。曹云金离开郭德纲自己另起炉灶，现在也不错。而云朵早就红了，拥有1300多万粉丝，51个粉丝群。希望没有刀郎的云朵依然能自由自在的飘荡。人在世事沧海里沉浮，成败都是寻常事。刀郎10年磨一剑，而云朵希望不是浮云吧。刀郎演唱会杀疯了，他徒弟徐子瑶居然一夜爆红，
比火箭窜得还快。这事儿就发生在最近2个月的巡演里，地点嘛，全国各地都有。主角当然是咱的歌坛老将刀郎，还有他新收的徒弟徐子瑶，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云朵。这娱乐圈真是比川剧变脸还快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今儿个咱就来唠唠这刀郎演唱会背后的那些事儿。这徐子瑶又是怎么突然冒尖儿的？还有那云朵咋就成了弃子了？话说刀郎这次复出，那阵仗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。演唱会门票那可是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抢，2个月的巡演，场场爆满。刀郎这宝刀真是没老啊！而这徐子瑶原本只是个和声伴唱的小角色，却在刀郎演唱西海情歌时来了个神操作，刀郎唱到动情处，哽咽的唱不下去了。这徐子瑶小妮子不慌不忙接过话筒，直接领唱，那嗓音清亮高亢，一点不输云朵。全场观众跟着大合唱，那场面真是感人肺腑。这下子徐子瑶可算是火了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姑娘真有2把刷子，不愧是刀郎的徒弟，这唱功杠杠的，这临场反应绝了。有人说徐子瑶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家庭背景，人家可是出身音乐世家，从小耳濡目染，这音乐细胞比咱普通人多得多。不过也有网友说了，家庭背景好，那也得自己有本事才行啊。你看人家徐子瑶在舞台上多稳多自信，这可不是光靠家庭就能培养出来的。这话说的在理，刀郎的眼光那可是出了名的毒辣，他能收徐子瑶为徒，肯定是因为这姑娘有真本事。再来说说云朵，想当年云朵可是刀郎的得意门生，2人那关系铁得跟哥妹似的。可如今刀郎复出，云朵却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甚至还在刀郎演唱会期间自己开了演唱会。这举动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，这是闹掰了？云朵这是要单飞？这娱乐圈的八卦咱也说不清楚，不过云朵这波操作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对比之下，徐子瑶的表现就显得格外亮眼，她不仅在演唱会上表现出色，还对刀郎毕恭毕敬，一口一个师傅，叫的那叫一个亲热。有网友评论说，徐子瑶这情商真是高，懂得感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。当然也有人质疑徐子瑶，说她是靠关系上位。对此徐子瑶并没有过多解释，而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她在多个音乐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这可不是光靠关系就能办到的。想当年小甜甜布兰妮也是童星出道，一路顺风顺水，可后来还不是经历了各种风波。这娱乐圈瞬息万变，谁能保证一直红下去？徐子瑶的未来会如何呢？她能否超越云朵，成为刀郎的接班人？这姑娘的路还长着呢，未来会怎样，谁也说不准。不过以她的实力和努力，相信她在音乐的道路上一定能走得更远。在这星光璀璨的晚上，澳门的夜空被音乐点亮，仿佛每颗星星都是在为这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欢呼。刀郎这位以低调著称的音乐传奇，终于带着他的歌声回到了舞台，吸引了无数乐迷前来捧场。他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标志性人物，歌声中带着故事，音韵中流淌着情感。今晚的演唱会，他将用28首旋律，让每一个听众的心灵感受到共鸣。在演唱会的现场，绝对可以感受到那种热烈的氛围，人潮如涌动的潮水，围绕着舞台的气氛几乎要溢出场馆。每一个座位上都座无虚席，各行各业的大咖纷纷走进场地。吸引眼球的是赌王司太梁安琪的身影，这一幕让人感慨。刀郎不仅是歌唱者，更是这座城市的一种文化符号。他的音乐作品打破了地域的限制，连接了无数观众的心灵。演出开始时，徐子瑶作为刀郎的徒弟，首先站在了聚光灯下，他的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年轻的朝气，仿佛是新生代音乐的代表。徐子瑶的自创歌曲犹如晨露般清新，给现场带来了一阵阵轻快的涌动。他的声音温柔而坚定，似乎在向每一个听众传达着梦想的力量。乐迷们都为他的表现感到惊艳，现场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与欢呼，显示他的受欢迎程度。当徐子瑶和刀郎站在同一个舞台时，那一刻的默契让人不禁动容。2人深情合唱《爱是你我》，气氛瞬间被提升到高潮。刀郎的声音如醇酒般厚重，徐子瑶则是如花瓣般绚丽的声音，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完美的和鸣。歌声在空气中荡漾，氛围恰到好处，
仿佛在诉说着师徒间深厚的情谊。观众们都被这动人的旋律所打动，沉浸在无尽的音乐海洋之中。